大家好，我是百智旭。第一集录 Podcast 就录那么严肃的话题，讨论原生家庭的课题。直接想听宇宙如何给你结论的，不想听那么长版本的解说，可以直接跳到后面听大藏经的结论。若听不清我在讲什么，在我 YouTube 频道里找同名影片，我有上字幕。有想听我 YouTube 频道上任何一支主题详细版本，也可以留言。我这集会偏重在宇宙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来讨论这问题。能了解宇宙的诸佛们，在经中也有详细描述佛教中孝道很重要，在一般人会遵守的道德里，大多也秉持父母与你有血缘关系，孝道是我们的文化等等的观念，要你认同他们的观念，甚至想不孝顺时，都会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拿个大大的标签套在你身上，逼你孝顺。即使在年幼无知，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，我也是没有认同这种话过。知道这句话它的不合理之处，当然佛教中指的孝顺并不是要你做个愚孝之人。父母无理取闹、情绪勒索你时，要伤害你时，人都要顺父母的意，反而他还要你改变父母的思维，引导他们到正确的道路。难就难在这里，因为人很难改变。有些做父母的，是因为他们在原生家庭没有被爱过，对你的爱也变相扭曲，他们不知道怎么爱你。有的父母是会带领整家人走向毁灭的性格，有的父母是抗压力低、情绪不稳、波及小孩，有的父母知识不足，不知道该如何当好父母。这些感觉会拉出什么一长串要改变的数式因果的畸形。懂因果法则的人也知道这种行为真的很不好，知道父母未来会有什么恶业果报，这也很考验做子女。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和智慧能改变父母，那么难的功课，就因为很困难而不做吗？当然不是，宇宙并不会就这样放过大家，他会看你如何改变父母，改变他们多少，再分配符合你努力多少，做了多少功课，再一次依你的成绩找适合你下次投胎有缘分的父母。他就是那么的严格。有些人跟父母的缘分是善，有些人是恶缘，有些人是善恶交杂。最好做的功课肯定是善缘，最难做的肯定是恶缘。在一个不得不做的功课情况下，拿到了这个开局如同地狱的版本，也许有人想大不了逃跑，可是若是在你的功课无法做到一定的成绩，逃跑也没有用。听众里应该有自己不想面对的小事，宇宙有把你抓来直接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暂时成功逃跑，宇宙也会等待你下一世，让你跟父母的关系重新开局整顿，也许让你们关系出现父母对你不闻不问，六亲缘薄，或成为孤儿，这种更难课题的出现。每一次的逃跑不想面对，只会让自己的课题越来越困难。至于花钱请人孝顺父母算不算功课做完，他是想看你怎么面对这项功课的态度，对父母发生的状况怎么处理。所以即使有分数也不会加太多。若这些项目本来就没有做多少，要达到满分程度还会有一大段路要走，满分才能脱身去更多地方。这可以比喻成游戏中拿到通往下一个关卡的重要钥匙。对他人功课最难做的，应该就是原生家庭的功课。
在往生西方极乐攻略的净土五经里，也有孝养父母这个标准。诸佛的价值观又很相近，所以我猜测不只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恐怕其他净土世界也差不多相同标准。也许有人想，我又没有要往生各方净土，也不去哪位神的国度，我还想当人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若真的功课不做，他可能会让你体会没有父母的感觉，或六亲缘薄的情境。建议还是把功课捡起来做，比较符合他对众生的期待。高等外星人即使没有父母，这也不是不孝顺的因所种下。故事很多的他们，是把别人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照顾，才有可能变成国家养大他们的福报。听到这边，大家应该心里有个底了。原生家庭功课不做可以吗？对于那种挑战越困难越刺激，反而激发他们想要征服挑战课题的人，大概会不当一回事。不管是什么功课都想做好的人，应该会认真面对它。希望以上的闲聊有帮助到大家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